成都街头，晨光初露，一个外国人正在晨跑，还是不是和路人打招呼？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成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一跑正是习近平想看到的，这比中共自己宣传效果强大多了。不止这些，习近平对马克龙进一步情感贿赂。都江堰旁，习近平陪着客人散步、喝茶、午宴，这份不按官方正规套路出牌的安排，却让法国总统很感动。但谙熟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当北京礼遇过头，往往不是因为友好，而是因为太需要。在俄乌僵局、中日恶化、台海升温、美国国安战略重新定位第一岛链的敏感时刻，马克龙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救命稻草。马克龙虽享受到超规格礼遇，却带不走他想要的商业订单和乌克兰和平承诺。日本则密切关注中共在东部海域的军事活动。中共在这里的军事活动有着下面这些背景。中共军事演习的背景可能与这些事件有关。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表述，台湾防卫力强化，增加40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和川普日前正式签署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对于美日台的紧密联合，中共深感绝望，只能不断哀叫，搬出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文件胡搅蛮缠。这些历史文件恰恰说明台湾与中共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联，相反，证明了中华民国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将台湾托管给国民政府，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为了更好的扼守第一岛链，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美国公布了2025国安战略报告，呼吁日韩提高对台支援。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关键，是通往第二岛链的门户，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意义非常重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习近平突然大献殷勤，全程亲自陪同，一同品茶、游览都江堰和共进午餐。马克龙在成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与前一天在北京就俄罗斯侵乌战争等问题进行会谈的严肃神情判若两人。中国社媒上的图片显示，马克龙12月5号在成都晨跑，好像还与路人打招呼。中国网友用松弛感拉满来形容这位法国总统。他还与在中国参加乒乓球比赛的法国乒乓球兄弟会面，还秀了一把乒乓球技。在都江堰，习近平、彭丽媛与马克龙夫妇到怀古亭品茶、交谈，习彭还邀请马克龙夫妇共进午餐。路透社用非常罕见形容习近平的举动。法新社报道称，马克龙对习近平这个不同于往常官方礼节的安排非常感动。不过，对于马克龙这次访华，分析人士评价并不是很高。他们认为，马克龙的访问被北京利用了，成了提高中共外交信誉的表演。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成果。马克龙虽然受到中共很高规格的接待，但在经贸与外交议题上成果有限，未能缓解中欧紧张或带来重大突破。或许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被中共看成扩大其在欧盟影响力的途径。不幸的是，北京向巴黎做出重大让步的能力十分有限。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北京不会批准期待已久的空客飞机大额订单，此类交易是中共针对华盛顿的筹码，而华盛顿正敦促北京对波音公司做出新的采购承诺。习近平也不太可能放宽对法国白兰地、猪肉的进口条件，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北京在与布鲁塞尔就中国电动汽车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时的地位。投资者们密切关注马克龙此次是不是能够达成重大商业协议，或者缓和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然而，12月4号在北京举行的会晤仅达成了12项合作协议，包括人口老龄化、核能和熊猫保护等领域，具体的合作金额外界一概不知。此外，中共近来重申了对俄罗斯的支持，习近平不会就乌克兰战争问题向马克龙提供任何突破性进展。智库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埃雷罗表示，我认为他们法国方面原本以为习近平能够提供很多支持，因为欧洲正在积极推进经济安全战略，但结果并非如此。
这样看来，马克龙这次访问不能说是空手而归，但也是高兴而来，失望而去的。然而，对习近平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目前，中共因台湾问题跟日本关系搞僵，日本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习近平则陷入外交孤立。这时，马克龙的到访等于是送上门来的救命稻草。所以，马克龙在俄乌战争、欧中关系和商业洽谈上收获甚微，习近平一点甜头都给不出来。唯一可行的似乎就是继续维持与法国的熊猫外交。据悉，一对新的大熊猫将于2027年被送往法国博瓦勒动物园。然而，罕见的是，习近平向马克龙大献殷勤。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习近平要的是什么呢？他很想用套近乎的手法换取法国的支持，孤立日本。据日媒朝日新闻透露，明年G7轮值主席国是法国，马克龙很可能会顺水推舟，有意邀请习近平到场。对此，日方已经私下向法国表达关切。在这中日外交气压上升之际，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再度支持高市早苗，只是把现行立场具体的说明而已，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这样的态度非常令人欣慰。这意味着在地缘政治这盘棋上，东京显然不再打算当沉默的一方。中共对日本不断制造事端，游走在擦枪走火的边缘。12月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就中共在东亚海域部署了大量海军和海警局舰船一事指出，对于中共的军事动向，平时我们就高度关注，并努力进行信息收集与分析，但对于其中每一件具体事项，恕不发表评论。木原忍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对日本周边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同时在信息收集和警戒监视方面做到万无一失。路透社12月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军方和海警局的大量舰船在从黄海南部、东海、南海一直到太平洋的广阔区域内展开活动。12月1号一度超过100艘，截至4号，仍确认有90艘以上的舰船在活动。这一规模超过2024年12月在台湾周边确认的大约90艘，被认为是中共在这片海域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活动。有消息说，12月3日，在西太平洋有4支中共海军舰队航行，日本与台湾有关方面正持续关注。去年12月，中共已从日本南西诸岛到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内侧为中心，实施了动用总计超过90艘舰船的军事活动。中共军事演习的背景可能与这些事件有关。首先，日本首相高市在国会中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直接把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武力介入与台湾情景对接。其次，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将在未来8年为强化防卫力编列40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第三，美国总统川普12月2日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强制国务院定期审查美台交往准则，并寻找松绑对台交往限制的可能。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3号回应称，《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使台美关系正常化前进一大步。中共对美日台的紧密联合深感绝望，只能不断哀叫。12月5号，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官方 X 账号用日语发文称，台湾问题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中共大使吴江浩用中文发帖写道，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不仅载入日方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还规定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方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这些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与赞同、同意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一种客观陈述。也就是说，你说的事情我们知道了，也尊重你的立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你的看法和立场，我们对此没有意见。而日本表示，
中共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过是日本与中共建交时必要的表态。建交意味着建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不承认中共国的合法政府地位，日本为什么要跟你中共建交呢？至于中共念念不忘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仅仅是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是国际法，也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只是被日本降服书引用的投降一个条件而已。其实，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日本投降书在法律上都没有真正解决日本前殖民地，尤其是台湾的归属问题。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都是暂时的政治宣言，或者说最后通牒而已，是政治性文件和法律基础框架，为合约谈判时的重要政治依据，而不是直接完成主权转移的领土条约。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8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并要求日本无条件接受。日本在终战诏书和日本投降书中已经郑重承诺忠诚履行。同年10月25日，在盟军命令下，日本当局向中华民国政府办理台湾受降和政权移交。中日在官方文件、媒体表述乃至教科书里都称之为台湾光复，归还中国。注意，在这里，中共偷偷把自己带入了中国的角色，但在1945年，中共还躲在延安的窑洞中，正摩拳擦掌，准备和蒋中正开战呢。中共国在那个时候连影子都找不到。时事评论人袁恒和指出，中共把波茨坦公告视为法律文件，这不过是中共单方的政治主张，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国际法学界都不接受。对于中共的各种威胁，高市早苗就是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无计可施的中共只好延长继续抵制赴日旅游。12月5号，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宣布，涉及日本航线可以免费退改票的期限，由原本的12月31日延长至2026年3月28日。这3家中共航空公司宣称，这是根据中共外交部的出行提醒，协助受影响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这意味着中共抵制赴日旅游，由今年12月31日延长至明年3月28日。中共跟日本撒泼打滚，海岛藤历史旧账，这一顿折腾，恰恰把中共的老底翻了出来。原来中共心心念念的台湾，从一开始就跟中共一点关系都扯不上，还说什么核心中的核心，通通是一派胡言。台湾为什么重要？首先，台湾在半导体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台湾是二手第一岛链的第一关，是通往第二岛链的直接通道。台湾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隔成2个截然不同的战略战区。全球每年有1/3的航运经过南海，这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所谓第一岛链，是指包含台湾在内，位于中国东方一连串岛屿组成的天然防线。12月5号，美国白宫发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川普政府呼吁日本与韩国采取更多行动，支援台湾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法新社引述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敦促这些国家提高国防支出，聚焦于强化必要的能力，以恫吓对手并保护第一岛链。报告还说，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聚焦于促使第一岛链的盟友与伙伴，允许美军更大程度使用其港口及其他设施，并且增加自身防卫支出。最重要的是投资于威慑侵略所需的能力。这将把第一岛链沿线的海上安全问题串联起来，同时增强美国及盟友阻止任何夺取台湾行动的能力，或防止形成不利于我们的兵力平衡的能力，确保防卫该岛的可能性。这边我们先按下台湾不说，再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川普特使见面后，他就去了印度。普京干嘛去了？他想让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他的战争机器加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推销俄罗斯的导弹和战斗机。对于普京来说，与印度的关系是经济和外交的生命线，但他知道印度对俄罗斯也是有所需求的。
印度总理莫迪不惜冒着惹恼川普的风险，也要高规格接待普京，因为印度似乎很想从俄罗斯那里购买武器。12月5号是印俄双方重点讨论武器采购的日子。对于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印度十分满意。据说，今年5月在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辛杜尔行动中，这套系统表现出色。此外，印度和俄罗斯还会讨论第5代战斗机事宜。俄罗斯希望向印度推销其旗舰产品苏57，然而苏57不及法国的阵风战机，印度购买的阵风数量很大。专家认为，如今俄罗斯重新推销苏57，也是为了试图重新占据市场。但总体来说，阵风战机的品质和前景，特别是 F5版本，显然是俄罗斯无法企及的。因此，现在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印度会再次购买苏57，这个合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在普京抵达新德里之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暗示，莫斯科方面对俄印峰会寄予厚望，还说俄罗斯战斗机和飞弹防空系统是这次会谈的内容之一。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蒂娜·多尔巴雅说，印度需要获得美国的默许，才能寻求与俄罗斯达成重大的新协议。一项美国法律规定可对从俄罗斯购买主要国防硬体的国家实施制裁。多尔巴雅说，印度也可以利用俄罗斯将向他们提供的这些协议作为与美国人谈判的筹码，转而寻求更先进的美国系统。然而，新德里智库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阿列克谢·扎哈罗夫说，即使能源采购是将减少，且外界对印度新购俄罗斯武器存有疑虑，印俄关系仍在升温。马克龙离开成都时，带走的是几份象征性协议，一对可能2027年再赴法国的大熊猫，以及一段中法友好的外交影像，但没有突破俄乌，没有缓和中欧紧张，没有换到重大商业合同。北京虽然卖力上演热情款待，却难掩自己在亚洲外交的孤立，在欧洲影响力的萎缩，在台海议题上的被动。这趟成都行看似温情脉脉，其实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法国的无力，北京的焦虑，也照出当下地缘政治棋局真正的主导者已经不在成都，而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与整个第一岛链的天空之上。